去年我们做过一期 Find X5 Pro 天玑版的评测啊，虽然说这个机子是5799元起售啊，但实际优化挺让人失望的，性能调度、拍照表现都没有好好搞，所以我们也比较好奇啊，今年天玑9000在性能能效明显进步的情况下，阿绿加发到底行不行呢？Find X6 和 X6 Pro 这两台机子呢，我们都买了。X6 Pro 影像部分的测试啊，会耗费更多的时间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主要来聊一聊搭载天玑9000的标准版。后盖设计上来说 ，Find X6 系列算是彻底抛弃了连用2年的不可思议曲面，整个相机模组变成了硕大的奥利奥。这点呢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今年 X6 全系都上了大底潜望镜头。配色方面，标准版呢有一个金色版本，整体看起来呢是属于非常淡雅的金色，并且带有一些类似于金属纹理的竖纹效果。拿在手里呢，基本是不沾染指纹，配合亮面金属中框，我觉得整体质感还是挺不错的。顶部和底部依然有做削平设计啊，所以说正面亮屏的话，还是有点小技巧即视感。那么这台机子整体的外观设计满分10分，你会给几分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和去年Find X5 Pro 天玑版不同，今年无论是8+2的 X6 Pro 还是天玑9000的 X6， 它们都配备了马里亚纳 NPU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拍照部分的表现。主摄呢是 IMX890加光学防抖，超广角呢是真1，3倍大底潜望长焦用的也是 IMX890啊。作为中杯机型来说，这次长焦的硬件规格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主摄的日常成像风格既没有饱和度战士，也没有暴力 HDR 导致的画面太平，明暗对比效果比较自然，第一眼观感呢还挺舒服，并且大部分场景的白平衡色彩呢都没啥问题，对比 X90 可以说是不落下风了。之前绿厂天玑9000平台的机子啊，相机基本是遥遥落后于同期的蓝厂机型啊，比如说我们去年测试过的Find X5 Pro 天玑版，白平衡呢是各种飘。Find X6 这个3倍长焦对比 X90 的2倍和小米13的3.2倍，硬件优势明显。无论是拍摄画面的纹理细节，还是动态范围表现，都会更好。比如说这组样张，Find X6树干的纹理和整体的明暗光比明显更加自然。其他2台中杯机型的长焦啊，在5倍以上场景基本是不太可用了。Find X6呢勉强还行，当然最好是直接切到6倍模式，因为这个模式下做了高像素裁切，可以进一步提升解析力。不过呢，Find X6这个长焦相对于 X6 Pro 来说，部分场景的色彩降噪效果也要相对差些，应该还是不同处理器平台的关系。主摄大部分夜景都 OK， 自动夜景算法参与很积极。自研 NPU 加持之后，有些场景的降噪效果甚至要比小米13 X90 呢更好。但偶尔呢也会遇到一些算法翻车的情况，比如说这组样张，白色灯箱部分存在明显的噪点颗粒。超广角的传感器呢是三星的 Gen1啊，虽然说底不大吧，但是横向对比小米13的超广角还是要强一些的，并且呢也支持自动对焦和微距。总的来说，这次Find X6标准版的拍照，对比之前绿厂天玑9000平台的机型，可以说是进步巨大。应该是投入了更多的调教优化资源上去。横向对比蓝厂的 X90， 或者说高通平台的小米13，核心优势呢还是同价位有越界的大底3倍长焦，带来了更好的长焦画质表现。相机 OK 了，那么性能调度优化这一块，Find X6行不行呢？CPU 日常的调度上来说，Find X6在程序打开加载环节，处理器综合大核呢都可以飙到最高频率，这点和蓝厂的 X90 类似，没啥毛病。但是，一到应用内呢，这个调度就明显有点尴尬了。X90 依然是可以根据应用内页面的负载情况动态调整频率，信息流的页面滑动、子页面的点击加载、综合大核呢偶尔会飙高频，但多数时候呢最高是 2.1GHz 加 2.3GHz。用 JBenchmark 测试，单核呢是900加，多核呢是3100加。应用内基本是把天玑9000的性能限制到了865级别。另外呢，就是在部分子页面的信息流里面，处理器的频率会被进一步限制。所以有些场景里面，同样的信息流页面滑动 ，X90 依然是能够丝滑流畅，Find X6就明显能够感受到掉帧会有些卡卡的。理论上，天玑9000的性能能效对比天玑9000，无论是 CPU 还是 GPU 都有明显进步，也是要强于骁龙8加的。调度呢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些。仔细一想，应用内2.1加 2.3GHz 这个调度，不就和去年Find X5 Pro 天玑版差不多吗？难道？除了应用内性能调度比较怂之外，这个机子高刷策略也是很怂。手动120赫兹的情况下，30款长按 App 有13款锁了90赫兹，7款锁了60赫兹。地图类锁60赫兹呢能够理解，但是很多信息流应用锁90赫兹就有点看不懂了。而且像淘宝这种主页信息流呢是120赫兹，但是部分子页面会锁60赫兹。X90 虽然说高刷策略也很怂，但是至少系统中给到了刷新率自定义开关，可以动动手指变成全局120赫兹。这个怂也体现在Find X6屏幕的激发亮度上。这块屏幕整体的观感呢和之前 GT Neo 5上的 1.5K 是比较接近的，6个区块激发亮度呢可以达到1110尼特，但是Find X6在2万 lux 照度下只能激发到489尼特，5万 lux 照度下也才595尼特。这个激发亮度设定差不多是我们今年测过的新机里面最怂的。
而8金平台的 X6 Pro， 即便是2K 屏，无论是高刷策略还是激发亮度策略，都比标准版的更加开放，也没有明显的处理器频率限制。日常调度优化比较拉，但是游戏方面的优化倒是有点超出预期啊。原神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测试，平均呢是58.7帧，整机光呢是5.7瓦，整个游戏过程中没有出现强制锁帧、降亮度这些问题，机身最高温度呢也就45度左右。对比 X90 最新系统，平均帧率呢是54.2帧，整机光呢是6瓦，机身最高呢是44度左右。游戏后面8分钟的帧率就明显不如 Find X6 表现来的强了。王者荣耀90帧加极致画质 ，Find X6 的功耗帧率表现呢也比较出色，平均呢是90.6帧，稳如老狗，功耗呢也只有2.9瓦。游戏方面的优化倒是没啥毛病。外围规格方面来说，我觉得 Find X6 相比同价位的 X90 还是要更强些的。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视频里吐槽了好多次的短焦指纹，Find X6 回归了超薄屏下，随手解锁明显更加顺手，不用刻意的去往下够一下。小米13和 X90 以及 Magic 5都是万年的短焦啊，体验上小米13呢因为是小屏还好些，但是 X90、Magic 5这些6.7英寸屏幕以上的机型啊就很难受。不过绿厂系的机子啊有一点急需要改进，那就是都2023年了，屏下指纹依然是不支持息屏解锁。这就遥遥落后于其他厂商了。目前，华为、荣耀、小米、vivo 的屏下指纹都是可以息屏解锁的，手机放在桌上随手一按就能轻松完成解锁。而 OPPO 的机子则需要先等指纹图标亮起才能解锁。Find X6 的马达实际震感要比 X90 更强些，比小米13呢是好许多。另外，这一次红外遥控呢也给到了双扬声器的实测，在视频结尾。80瓦快充，实际充电速度差不多是属于欧系80瓦的平均水平。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1.58瓦时，体验上呢好于一些残血的66瓦、67瓦。完整充满4800毫安时电池，耗时呢是32分钟。续航方面的话，在我们的测试模型下，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51分。但说实话，两厂 X90 电池量差不多，日常调度呢也不怂，实际续航反而要更强些，还有优化空间啊。简单小结一波 ，Find X6 硬件上确实还是挺水桶的啊，除了没有无线充电，基本上该有的也都有。同时呢，还有大敌潜望长焦这个优势亮点。但是绿厂对于天玑9枪的优化，实测下来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吧。自研 NPU 加持下，这次拍照呢总算是站起来了啊，作为中杯机型没啥毛病，游戏优化没啥问题，原神的表现甚至要好于 X90。但是日常性能调度实在是太松了啊，感觉就是按照去年天玑9000的标准去做的调度策略。不少应用内的子页面容易出现掉帧，影响体验的还有诸如默认很松的高刷策略、很松的屏幕激发亮度设定。而且在快发视频的时候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奇葩操作，就是这个机子默认是360赫兹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，但如果是去开发者选项中手动开启高频 PWM 调光之后，它的高刷策略呢就明显开放很多了，只锁了一个腾讯视频加2个短视频。不过前面提到的处理器调度怂、部分页面容易掉帧的问题依旧，淘宝的有些子页面呢依然是锁60赫兹。总的来说这个机子比去年Find X5 Pro 天玑版是进步很大了，属于是做了不少优化工作，但依然是属于没有完全优化好。我的建议呢，还是再等等，后续优化再看看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Find X6的体验评测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。同时，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